最新消息，乌克兰5枚海马斯齐发，摧毁俄罗斯810旅地下指挥部。南部赫尔松前线乌军重创俄军登陆部队，趁势收复大片失地。2个400人突击营被全歼。俄罗斯810旅和155旅已被彻底击溃，被迫第4次重组。俄军装备损失严重，扎波罗热战场首次出现开着拖拉机的俄军突击小组。地狱导弹无人机正式试水，乌克兰送出新年大礼包。普京第3度荣膺，年度失败者桂冠。乌克兰人的奇思妙想，用面包换回留在叙利亚的俄罗斯武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发布2024年终总结。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随着2025年新年的临近，乌克兰诚意满满的给俄罗斯侵略者端来了一份沉甸甸的新年大礼包。昨晚，乌克兰喷气式导弹无人机 Peklo 地狱的正式试水，夜袭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辛季布科市地区的德鲁日巴石油管道站，其结果是该管道站基本被一举摧毁。Peklo 地狱导弹无人机实际上是一种小型巡航导弹，由于采用喷气推进，其速度比传统攻击无人机快几倍，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700公里，射程可达700公里。也就是说 Peklo 是融合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能力，可配备喷气发动机和更先进导弹系统的远程无人机。导弹的导航和瞄准基于自主惯性系统，并通过 GPS 卫星信号进行校正。该导弹是在泽连斯基总统参观的实验场的最后一次测试中获得了这个朗朗上口的名字 Peklo 地狱。据欧洲议会称，正是泽连斯基想出了地狱这个名字，因为它可以让俄罗斯人唤起适当的联想。在过去3个月中，开发商生产了大约100枚这种导弹，目前正在提高其生产能力。外界评论，随着地狱导弹无人机的量产和更多实战应用，足以让俄罗斯后方各军事民用基地设施瑟瑟发抖。除此以外，乌克兰情报总局 GUR 还给俄罗斯准备了另一份新年礼物。GUR 特工近来开展了一系列点燃俄罗斯的特别行动，在俄罗斯领土上焚烧了各种设备，尤其是在顿涅茨克地区，侵略者使用的装有凤凰通信运营商电信设备的4个装备被烧毁，列宁格勒地区的蜂窝通讯设备也被纵火，亚罗斯拉夫尔地区铁路交通管制的3个铁路中继柜也被付之一炬。新年前后，要是看到有什么神奇的烟头在飞，千万不要大惊小怪哦。乌克兰特工与敌后游击队目前活跃频繁。图片报报道称，乌克兰游击队28日攻入俄占克里米亚萨基空军基地，多架俄军苏30、苏34战斗机以及 S400 防空系统遭到袭击，克什大桥附近雷达的系统也遭到损坏。这是乌克兰的另一个创举，其无人机首次在空中用安装在身上的猎枪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这场可载入军事史册的新式空中格斗中，乌军完胜。同样的事又发生了。最新消息，乌克兰5枚海马斯齐发，摧毁了位于库尔斯克利科夫的一个俄罗斯地下指挥部。这绝不是第一次发生这种事了。俄罗斯人真是不长记性啊！据悉，俄军第810旅换防的增援部队刚刚抵达，就被炸了。据说当时许多俄罗斯军人和朝鲜军人在这个地下掩体中，目前具体有多少人伤亡以及伤亡者的职位和军衔还在落实中。不过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辛斯泰因已经报告了利科夫袭击事件，一如既往，他声称此次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失。曾有外界预言说，俄罗斯810旅必将面临第4次重组，而现在这个预言已经不幸地成为现实。福布斯报道，在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一支俄罗斯海军陆战队旅可能已被摧毁，另一支旅也遭到严重损失。福布斯的报道说，4个月前，俄罗斯海军第810海军步兵旅被调往俄罗斯西部的库尔斯克地区，以应对乌克兰对该边境地区的突然入侵。现在饱受摧残的俄罗斯海军第810海军步兵旅终于要撤退了。
至少暂时要撤退。记者大卫·艾克斯写道，他指出，一支由2500人组成的旅正在前往距离前线不远的普列霍沃村。尽管如此，该村仍然位于乌克兰军队重要的装甲部队的打击范围内，而另一支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因杀俘而臭名昭著的第155旅因乌克兰的地雷、无人机和大炮的不断打击而损失了大量人员和装备。大卫·艾克斯认为，第810旅可能处于同样可怕的状态，该旅可能从11月开始派出2个400人的营，对位于突出部西北边缘无人区的波格列布基的乌克兰驻军发动代价高昂的攻击。但现在看起来，上个月2个营规模的突击毫无进展，而是通通被消灭了。开源情报分析师莫克拉森分析道。而现在乌克兰军队又在新一轮换防时袭击了第810旅的指挥部，真是祸不单行啊。还要恭贺俄罗斯的是，据美国著名网站 Politico 报道，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连续第3次被评为年度失败者。该网站强调，尽管普京最初计划迅速夺取基辅，但乌克兰不仅击退了俄罗斯的进攻，还在俄罗斯领土上进行了成功的行动。其次，普京总统今年的失败业绩还包括哈马斯、真主党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和叙利亚阿萨德等俄罗斯在中东的传统兄弟的大面积溃败。由于受到乌克兰直接与间接的打击，俄罗斯的国力日益衰退无力，此趋势显而易见。最新消息，乌克兰外交部长正式访问了叙利亚。乌克兰人在这个时候跑中东来。对，你没听错。路透社报道，继西方和阿拉伯各国纷纷访问叙利亚后，乌克兰也参与了进来。当地时间12月30日，乌克兰外长西比加历史性的抵达大马士革。随后，他和叙利亚新领导人朱拉尼会晤，讨论了两国未来的安全和经济合作。在俄军相继撤离叙利亚之际，乌克兰正逐步扩大在大马士革的影响力。早些时候，泽连斯基还公开宣布，向叙利亚提供的500吨面粉已在运输途中。这些面粉在未来几周内会分发给33250个家庭，供多达16万人吃1个月。对于同样处在战火中的乌克兰来说，这样的支持绝对够分量。实际上，叙利亚反对军在之前的进攻中也得到了基辅方面的支援，乌军甚至派出了无人机教练指导他们的行动。而反对军之所以能成功的一大原因，就是俄军陷在了乌克兰战场，很难像10年前那样对阿萨德提供足够的支持。与此同时，叙利亚的新局面又反过来影响到了俄乌战争的走向。大家知道，俄军在叙利亚反对军攻陷大马士革的过程中，也是望风披靡，逃命要紧，不少俄式先进装备，包括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这些都留在了叙利亚。现在乌克兰是否会拿粮食换取这批武器呢？也是国际关注的焦点，已有不少这方面的猜测。也许这并非天方夜谭，还是有可见的实操性的。如果这票真干成了的话，那无疑是一笔好买卖。产粮大国乌克兰用面包换回了他们急需的前线装备，然后拿这些俄军的武器弹药去打击俄军，很有创造性吗？让普京糟心的是，还有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已经明确表示，阿克套空难的原因是飞机遭受来自地面的攻击。阿利耶夫表示，这并非一起蓄意攻击事件，但俄方有意掩盖问题。他要求俄方道歉、认错、严惩责任人，并承担赔偿。阿利耶夫说，阿塞拜疆的飞机在俄罗斯境内的格罗兹尼市附近受到外部损坏，几乎完全失去了控制能力。我们还知道，飞机是被电子战手段影响，而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这是飞机遭受的第一次损坏。阿利耶夫还表示，由于地面射击，飞机的尾部也遭受了严重破坏。阿塞拜疆总统的这些表态，等于是宣称客机是被俄罗斯防空部队击落的。毕竟，除了俄罗斯本国部队，没有任何国家的防空系统会部署到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市。那客机遭遇攻击的唯一源头就是俄军防空部队了。与此同时，就在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通电话，普京就阿塞拜疆客机坠毁事件表示歉意。普京的道歉并不常见，基本可以认为普京已经接近于认可俄军部队误击了失事客机。
毕竟，在证据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果俄罗斯死不承认，将陷入被动局面。因此，普京先摆正态度，直接道歉了。但依照俄国人的尿性，道歉可以，要让他们赔偿这什么儿都没有。但无论如何，从事故调查来看，失事客机上居然还能有29人生还，简直就是个奇迹。据阿塞拜疆消息人士称，初步调查显示，客机被俄罗斯的铠甲 S 地对空导弹击中。客机在接近格罗兹尼时，又遭电子战系统攻击，导致客机通信系统完全瘫痪。最可气的是，当客机试图在俄罗斯境内申请紧急降落时，遭到了俄罗斯方面的直接拒绝，并被命令飞越里海，前往哈萨克斯坦阿克套。而在客机带伤飞越里海的途中，又遭到了电子干扰。其险恶用心，很可能是试图让客机坠毁到海里，葬身鱼腹，以销毁掩盖所有证据。好在如今失事客机的黑匣子已经被找到，客机失事的真相终将水落石出。我们在此要向英雄机长克什尼亚金致敬，是他在遭遇导弹攻击、电子干扰的情况下，依旧把客机开到了阿克套机场附近迫降，从而让机上29人奇迹般的生还。对普大帝来说，这些都是糟心事，前线进展也不顺利，可能最近唯一能让大帝稍稍有些安慰的，可能要算下面这条消息了。俄罗斯方面最近高调宣称击落了一架乌军的 F-16战机。最新消息是，俄罗斯弗列斯公司总经理亿万富豪什莫基耶夫确认，他将向击落 F-16战机的俄罗斯军人提供1500万卢布的奖励，相当于人民币103.5万元。对于工资不高的俄罗斯军人来说，这无疑可以算作是一笔巨款了。如果这一事件属实，那么将是乌克兰损失的第2架 F-16战机。按照俄罗斯方面的官宣，一架美制 F-16战机在准备发动导弹袭击时，在扎波罗热地区被击落。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透露事件细节，所以外界还不清楚战机是如何被击落的，不知是被俄军战机还是防空导弹击落。但有俄罗斯军事自媒体宣称，是由俄罗斯第5代战机苏57打下来的，这种说法显然缺乏依据，更多的只是单方面的意淫。但鉴于我们已经等了2天，至今乌克兰方面仍然对此三缄其口，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做出初步判断， F-16很可能是被击落了。尽管这个事件的发生确实显得很诡异，因为乌克兰目前的 F-16战机主要部署在北约国家境内，用于执行防空任务后迅速返回安全区域。由于数量有限且缺乏远程导弹支持，乌克兰并未将 F-16用于进入俄罗斯防空系统射程内的对地攻击。来看前线战况，库尔斯克战场上，乌克兰军队重新夺回了克鲁格伦科村、辛万诺夫卡村以及小洛克尼亚北部森林地区。由于误以为是乌军，昨日俄军摧毁了卡德罗夫马戏团的多辆车辆，导致8人死亡。这里朝鲜人的战术似乎没有多大的改变，仍然是这种纯人肉进攻，完全暴露在乌克兰的无人机之下。泽连斯基表示，朝鲜指挥官故意让士兵在几乎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进行，这样他们就可以防止自己的部队被俘虏。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处决受伤的士兵。事实上，很多朝鲜士兵也选择了自杀，而不是投降。只能说，勇敢和脑残只在一线之间，取决于你为何而战。此外，据俄罗斯频道报道，一名朝鲜士兵据称在撤退过程中因通讯问题射杀了3名俄罗斯士兵，目前已被拘留。利曼方向，俄军重新向特尔尼村推进，双方在村东面激战，俄军向前推进约200米。在巴赫穆特以西的恰索夫亚尔轴线上，经过9个月战斗，俄军目前已突入恰索夫亚尔市区中心。俄军第200旅昨日控制了10月区，双方当下正围绕着耐火材料厂、市议会大楼和火车站以及新北区反复争夺。一些亲俄博主报道的俄军控制了恰索夫亚尔是不存在的，这是最新的战场地图，红色为俄战区，黄色为交战区，深绿为乌控区。过去24小时，乌军发动局部反击，并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在查索夫亚尔的东南，15辆装甲车和多达3个俄罗斯突击排试图袭击 KL 村附近
第93机械化旅的阵地，但未能取得成功。在战斗中，93旅摧毁了6辆 T-72坦克、6辆 BMP-2，并损坏1辆坦克。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双方今日共交火52次，激烈程度有所增加。俄军仍以轻步兵袭扰式进攻。红军城周围的新瓦西里夫卡、索罗涅、利斯夫卡、舍甫琴科北侧、皮夏涅、西奥林利夫卡、乌克兰卡、热林涅、达斯琴克、利斯夫卡和普罗明地区都爆发了战斗。ISW 指出，俄中央集群下属2大集团军，30多个旅，约7万余人的大军，正从南部、东南以及东北3个方向同时压来。负责南部和东南作战的是第2联合军，负责东北方向作战的是第41联合军。但在3万乌军的牵制下，双方接触线没有出现太大变化。在红军村以南，俄军可能已经占领了舍甫琴科，不过这里乌军的局部反击并没有停止。此外，美媒称，一支受过北约训练的新乌克兰旅已被部署到红军村，很可能将负责红军村郊区的防线。库拉霍夫一线，双方昨日共进行了33次交战，主要战斗集中在西艾利扎维提夫卡、亚斯诺维、斯洛夫扬卡、彼得洛帕夫利夫卡和达切诺等。乌军依然死战不退，并给俄军带来重大杀伤。俄军昨日仅向前推进了100米左右。乌克兰海军陆战队37旅接管了33旅在库拉霍夫占据的辖区，他们正日以继夜地摧毁试图穿越这片平原的俄罗斯突击队。但战争研究所的报告认为，俄罗斯军队可能已经控制了库拉霍夫。报告说，最近几个月，俄军在库拉霍夫方向部署了35000至36000名士兵。这些部队在库拉霍夫内部和附近进行了多次装甲袭击，遭受了重大伤亡和装甲车辆损失。根据最新的地理定位镜头，他们已经到达了该定居点西南部的防风林带。战争研究所的评估认为，俄罗斯军队很可能已经推进到库拉霍夫的行政边界。俄军是在此前的10月下旬被记录到首次攻入库拉霍夫的。在大诺沃希尔卡一线，俄军向弗雷米夫卡村推进，有部分俄军步兵遭到了乌军磁性地雷杀伤，但最终控制了欧林510公路的东段。另一路俄军推进到了诺维。科马尔村北翼对乌军形成了一定的战术优势。在扎波罗热战区，乌军141旅击溃俄军后，收复了卡缅斯基村一带，一直沿着1105公路推进。双方当下在卢霍夫以北1.5公里处交火。在南部赫尔松前线，经过一天反击，乌军重创了俄军登陆部队，趁势反推，收复了科扎茨基一带大片失地。乌克兰 GU-2 再次斩首了扎波罗热战区的一个前线指挥所，不过这次是导弹，不是无人机。初步战果，6名入侵者被消灭，另外3人受重伤，职位和军衔目前尚未公布。3年来的正面进攻让俄军装备损失严重。昨日在扎波罗热战场上，首次出现了开着拖拉机的俄军突击小组。此前在红军城外围，乌军79旅还击毙了多名骑着电瓶车的俄军。第聂伯河前线，乌克兰空军出动米格29，用 AASM 垂丝炸弹袭击了克里尼基的俄罗斯通信指挥所。此外，乌克兰第73海军特种部队中心的操作员对赫尔松被占领的左岸皮德斯特普内的俄罗斯阵地、车辆和庇护所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消息，美国巨星莱昂纳多一次性向乌克兰捐款1000万美元，乌克兰官方证实已收到这笔资金。此前，巨石强森刚刚向乌克兰捐款320万美元和5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月29日晚在对全国的例行讲话中表示，我知道美国正在准备一项支持乌克兰的重要决定，我们预计最快明天就会宣布，这是一项重要援助计划，这些措施一直有效地保护着乌克兰，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的武器弹药越充足，我们就越能挽救更多的战士生命。美国官员12月29日对媒体透露，拜登政府最快将于周一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2.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乌克兰等待已久的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 NASAMS 与霍克防空系统等。拜登继续大放俄罗斯的血。乌克兰总理丹尼斯·什梅加尔宣布，
美国将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未来收入中向乌克兰提供150亿美元。在斯洛伐克威胁要切断对乌克兰的紧急电力供应之后，波兰说：“别怕，有我们。”据乌克兰国防部报道，乌克兰已从丹麦、法国和立陶宛获得超过1.5亿欧元的资金，以支持其国防工业。这些资金将用于生产导弹、无人机和火炮系统。英国9月宣布援助乌克兰650枚轻型多用途短程导弹，第一批100余枚近日运抵，与英方规划的年底前运交时程相符。英国国防部表示，将持续履行加速向乌克兰交付军援的承诺。与此同时，英国还将向乌克兰提供450万英镑，用于乌克兰相关单位记录、调查和起诉俄罗斯的战争罪行。不管战争何时结束，战争赔偿是一定免不了的，这是其重新融入国际体系的代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俄罗斯不会接受川普的和平计划，包括乌克兰的北约成员国资格推迟20年，并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非军事区部署欧洲维和部队。看起来，川普的和平计划很可能是恢复2020年的协议边界，在乌东部署欧洲军队维护。而他给某人的台阶是，乌克兰暂时不加入北约，以及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实事求是地讲，这样的条件，现在的俄罗斯显然不会答应，因为他们还没有撞倒南墙。乌克兰议员梅列日科在从华盛顿返回后表示，川普已经意识到在24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是不现实的。这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谢尔斯基的2024年中总结。自2024年初以来，参与进攻的入侵者的总损失已经超过42.1万人死伤。也就是说，今年俄罗斯人付出了自入侵乌克兰以来最高的代价。在此期间，敌军的总损失约为78.5万名士兵。组建了无人系统部队，我们正在增加这一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在现代技术战争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与去年相比，我们各部门的无人系统供应量增加了19倍。击中和摧毁的敌方目标数量增加了3.7倍，增加了入伍基础训练的条件。毕竟，高质量的训练是挽救我军战士生命的条件，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今年是对我们实力的一次艰难考验，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坚持并继续战斗。我们遏制了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保持了对战略重要地区的控制，保持了对黑海西部的控制，削弱了敌人的军事和工业潜力，并开展了对俄罗斯侵略者的深度打击。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果，歼敌2010人，再次突破了2000大关。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条新闻是，最近有网民反映，位于南京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内，一架2战时期的空军战机，机身竟然从原有的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旗涂装，被改为了苏联红星涂装。这是什么骚操作？其实是个正常人都知道，国军才是抗日主力，中共只是摘桃子的猴子。而且我们也清楚，篡改历史是我党中共邪教一贯的作风，但没想到会这么不要脸。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